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站主和小狗老师的情侣50问视频。Hello，大家好呀。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吧。可以啊。第一个问题，双方的 MBTI 分别是什么？我是 ENFP， 我是 ISFP。这里就提到小狗老师第一次测试 MBTI 的时候，其实在之前他从来没有测试过 MBTI， 是我们两个正在最暧昧的那段时间，我在那刷手机，然后他凑过来看到我在刷 MBTI 相关的帖子，然后我给他解释了这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就很好奇他的 MBTI 是什么，问他，结果他说他第一次听这个东西，并且自己也从来没有测过，所以我就说希望他可以去测一下，就把题目翻出来。其实我当时还担心这个题目这么多，他会不会没有耐心去做或者怎么样，没想到他非常乖的埋头苦干，把那个题全部测完了，终于做完了。对，然后最后那个结果是 ENFP， 和我想象中的一样，我觉得他就是 ENFP。 这居然是3年前的事情了，我现在一想，是吧？你是不是都快忘记了？那也没有快忘记了，还是有印象的，只是具体的话可能有点忘记了。好啊，第二个问题，双方的星座是什么？其实我们两个性格有非常大的差异，我觉得和星座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吧。他的星座是处女座，我是白羊座，一个火象星座和一个土象星座谈恋爱。其实在恋爱之前完全没有想过自己会找一个土象星座的男朋友，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土象星座其实和火象星座他们的在很多的想法和处事办事上面都非常大的差距。确实我们实际相处下来也确实有很多需要去磨合的地方，以及经常会出现分歧的地方。就比如说很多时候我说话就有点不过脑子，然后说话非常直。那小高老师的话，他可能作为土象星座就更务实，然后可能会显得呆呆的，就是有时候还很喜欢钻牛角尖，对我来说。所以我们两个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的争吵来源于就是我说话太直了，然后他对我的那句话然后很在意，就慢慢的就形成一个矛盾。但我以前遇见战老师之前，其实我不是很相信星座。现在很相信吗？现在是有点相信了，确实有些地方是符合的。但我觉得星座并不是选对象的标准，就像你说，我没有想过会和土象星座，这个怎么说呢？感觉还是要看缘分，感觉有点不是，就是别人的性格是怎么样的，然后你再跟他谈恋爱，而不是根据星座再跟他谈恋爱。星座其实就只是一个作为参考的东西。是，我也是这么想的。OK， 第三个问题，彼此的身高是多少？其实我们两个肉眼看起来是一样高的，这个有点私密了。我们俩都175。我要提到穿鞋，我穿鞋应该有1.7米，1.77米。对，小狗他穿鞋应该有1.77米、1.78米的样子吧？你对呢？我穿鞋可能就1.76米，看我穿什么鞋吧。主要是还是因为我觉得我身材稍微壮一点，是吧？我感觉我自己觉得我肉眼看上去肯定是比战老师高的。但而且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其实我的脖子是比小狗长的，所以我的身子会比他身子短。看一下，好长好长，知道了，你最长了。但其实我跟战老师两个人相互比身高的时候，其实两个人是差不多高的，只是肉眼上我自己会觉得我自己会高一点。肉眼你都看不到我和你的身高，你怎么会觉得？你在照镜子的时候能感觉出来啊？好吧。OK， 下一个问题，怎么认识的？我和小狗老师我们是大学校友，然后是参加一次活动，在活动上认识的。为什么不说大学同学？校友像那种隔了2-3年，你知道为什么？不是同学，感觉是同班同学才叫同学嘛。然后我们也没有一起上过课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大学校友会不会更严谨一点？我觉得大学同学好。好吧，那我们是大学同学是吧？然后我们参加一次活动认识的。对彼此的第一印象，你先说吧。小透明。我是小透明，腼腆的小透明。我第一次认识你还不那个，我们一个组你非要蹲在边上玩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忘记了。如果我真小透明的话，你不会发现我了吗？你是个小透明，我也能发现你啊。我对小狗的第一印象，其实对它没有太大的印象，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同学，经常出现在我的视野范围里。就这样。可以。第一眼见到对方的心里在想什么？那其实就是刚刚回答这个问题。
对他完全没有非分之想，也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两个会在一起。我第一眼看到战老师我就被拿下了。真的假的？你又开始说一些奇怪的话。假的，哪有那么玄乎？第一次认识就觉得说想让你更活跃一点，没有其他想法。下一个问题，在一起多久了？昨天我才说过，今天是1045天。哎，还真是。开视频的这一天是1045天，我们是23年的9月份在一起的。即将快要满3年了。下一个问题，用一个词语来形容对方会选什么？想说的词语好多呀，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你要多说说。我想听听看你到底有哪些词语。我可能如果不是他说用一个词语嘛，如果是我可能会想说边界感。詹老师是个非常有边界感的人，他做什么事情都很有边界感。比如呢？怎么样的边界感？这我举事情的话，我就说，就比如这个我也不知道咋说啊，就是边界感。詹老师非常有边界感。对，其实我一般然后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总会感觉我和大家是有一定距离感的人，就是不会像大家就是刚认识就可以打趣，或者是很强的边界感，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感觉和我没那么容易接近我的感觉，是这种感觉吗？对，但詹老师对他的朋友们还是挺没有边界感的。就在一起认识久了就会这样啊，熟了之后都会这样。那如果我用一个词形容小狗，就是调皮。他真的很皮，当时称呼他为小狗也是因为他很皮，他就经常捉弄我，然后想搞我真讨厌。有时候把我搞生气了，他还要生气，说我不就搞你一下吗？但有的时候我已经忍了3下了，然后他还要继续捉弄我，就生气了。什么时候的事情？然后他还很像小学生。不变老的秘诀。不变老。我希望我30岁的时候也是像现在这样。我想做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老顽童。不是，差不多吧。老顽童。对啊，就希望自己能一直永远年轻吧。OK， 下一个问题，如果用一件物品形容对方会选什么？你先说吧。其实这个我们在直播间有说过。什么？你先说呀。玻璃。其实今天我还特意想了一下这个事情，把詹老师叫玻璃呢，是因为我觉得詹老师就像我刚开始认识他这样，就詹老师比较透明，有些玻璃非常透明嘛，好像他不存在，那其实他又是在那边的。然后詹老师有时候也跟玻璃一样，就是易碎，然后但是又有时候呢又很坚韧，就是有些玻璃它其实是很难打碎，但有些玻璃又很脆。你当时还说了一个形容，我说你会划伤别人。对，就是玻璃它有时候你那个比如说你硬要去破坏它的话，它有时候也会就是伤害到你。对对对。是吗？其实我没有想象中那么柔和。对啊，确实我同意。那我来形容小果的话，我当时选的一个东西是肥皂。肥皂这个东西就很朴实无华嘛，其实就和他一样，他就是生活当中是一个很朴实无华的人，然后也有一些老派感觉，就是像那种老式男友的感觉。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和每个人的成长经历有关系吧，可能和他家里人的相处模式和成长环境有关系，所以他对很多东西，我觉得他有时候像个小朋友一样，就是会接触很多新鲜的事物，就觉得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然后他其实也很天真。然后叫肥皂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肥皂它其实在干燥的时候它是非常干涩的，就是很也不能说粗糙吧，就是很干涩的那种感觉，就是和它一样。其实它大多数时候就是我觉得可以算是有一些固执的人，然后也并不圆滑，就是像大家说的那种人情世故，其实小狗老师可能在这方面他有他自己的坚持吧。然后当肥皂被水打湿之后的话，又变成很滑溜。对，很滑溜。他很滑溜的话，就像我刚刚形容他很调皮一样，就是感觉他这个人呆呆的，然后但又是到他的舒适区之后，他又变成一个很调皮很滑溜的人，一会儿戳你一下，一会儿戳你一下，一会儿戳你一下，一会儿又搞一些很奇怪的东西，然后一些很可爱的口头禅呀，然后和一些乱七八糟的表情包啊，就是他的日常爱用。所以我觉得这也很搞笑，所以我觉得用肥皂它有一个两面性的存在。OK， 下一个问题，
什么时候在一起的？是高中还是大学相恋？这个和前面的问题一样，我们是大学认识的，大一的时候认识的，所以其实到现在你们一直大一的暑假呀，那时候还没有到大二呢，所以我们其实占据了彼此大学生活的3/4了。哇塞，这样一想确实好那个呀，确实突然时感觉很长，我们在一起真的好久了。下一个问题，对方说过的哪句话让你印象最深刻？这个问题好像有点难。这个问题有点难了。硬要说有一句话一直记到现在的话，是张老师吐槽我。我吐槽你啥？那是很久远的事情了。啥嘛？那个之前大二开始我去烫了个头啊，然后张老师不知道是为了故意想说到我还是什么样，说那个泡面头就是长得帅的人烫得更好看一点，然后我就觉得说詹老师觉得我长得不够帅。我当时原话的意思就是，我觉得烫头这个东西它可以说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长得好看的人烫了以后就更好看了，长得不好看的人烫出来就更不好看了。其实我当时完全没有想挖苦他的意思，这就是其实我的很多时候我就是不会想太多，想到啥就脱口而出了，所以他当时觉得难受，其实我都没有意识到。很多时候我就是说话确实很直，但是你现在能理解，其实我完全对你没有恶意嘛。其实我当时只是突然想到了这件事情，然后想拿出来说一下而已。我相信你没有恶意，我肯定没有恶意。你看我现在不是还鼓励你烫头吗？其实我还挺喜欢你那个小卷毛的。我那其实刚开始的话确实有点不好看，但是后面他那个头发就越来越贴合了，是不是就会好一点？刚开始烫的时候确实有点奇怪，像那个真的像那个妆容妈一样。然后还好啦。到你了。小狗老师，你就说最近嘛。这个还挺难的。最近，其实印象小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他当时跟我告白的那天说的话，就是他不是说他喜欢我和我们能不能在一起那种话，是他说他害怕我不喜欢男生。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感觉挺可爱的，就是小心翼翼的试探，然后担心我要是他好不容易攻略了自己，让自己说服自己真的喜欢男生，想要跟我在一起，结果他担心我不喜欢男生怎么办？那其实我觉得我的性格还挺明显的吧。现在来看肯定是明显了，但当时的话敢赌呀，赌肯定是敢赌，我赌了呀，赌了主要是对，就是害怕嘛。你好可爱哦。OK， 下一个问题，想贴贴的时候一般谁会更主动？其实都还好啦，谁想贴贴谁主动呗。对啊，其实我们俩日常贴贴很多的，就是莫名其妙他就假如我在床上玩着手机，他莫名其妙他就爬过来，然后跟我贴在一起，就是身体一定要需要有一个部位这样子接触在一起，他不要完全跟我分开。而且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也喜欢睡觉之前一定要跟我腻歪一下，就是一会儿又抱着我，一会儿说你转过去我要从后面抱你，然后一会儿转过来吧你抱我吧你抱我吧，然后一会儿说我要这个姿势，一会儿说我要那个姿势。超搞笑。 OK， 下一个问题，最喜欢的一次约会是哪次？当天都做了什么？表白的那次不算，你说。你老难回答的问题都让我说。对呀，我们约会好多次了，最喜欢的一次嘛，让我来说吧。其实我不知道那个算不算约会，那只有我们两个人我觉得应该算约会，就是我们在一起的那单车3部曲的其中一次，就是那一次我们一起骑着自行车，他带我去看他的小学、他的初中，以及他曾经去过的一些好玩的地方。我觉得那个好像是我真的有在参与他的生活，然后他愿意把他过去的一些事情跟我分享，所以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那天我们去了很多地方，干了很多他小时候去做过的事情，比如说他小时候喝的什么老式汽水，然后只买了1瓶，然后我们2个人分着喝。然后去了什么他小时候经常爬的一些假山啥的，然后真的把我带着我爬到那个假山上面去，我觉得这个还挺有趣的，而且也比较特别，不是一次常规的约会。到你了。我最喜欢的约会应该是去迪士尼那次吧，虽然说有其他人。你是觉得迪士尼好玩还是和我一起好玩？我觉得2个都很好玩，当然迪士尼更好玩一点。我是觉得是啥，就是战老师可能比我胆大一点，他敢玩一些刺激的项目，所以说呢，然后也是他带着我去玩吧。其实我也挺想去参与一些刺激的项目，只是心有余而力。
有时候比较害怕，但战老师就不是很害怕，就会鼓励我，然后跟他一起玩。其实现在已经克服了很多了，就是玩那些已经能够享受那些项目了，我觉得也算一次挺好的。领红包。OK， 下一个，彼此送过对方记忆最深的礼物是什么？战老师送给我的2周年送给我的那个照片集。你给大家解释一下那什么东西。是战老师就在那天之前，就所有的一些有意义的照片，战老师给他打印出来了，然后放到了一个小册子里面，然后在相纸后面写了字。Okay. 然后我印象，其实我最喜欢的礼物是我们在一起1周年吧，然后小狗老师背着我悄悄买了一个蛋糕。其实我觉得他一直是一个完全没有浪漫细胞的人，没有想到他居然会做这种事情，我觉得还挺好的。我们3周年你会悄悄买蛋糕吗？直接问你啊。我们2周年好像没有买蛋糕吧？我们2周年吃了个萨莉亚。我们2周年吃了个萨莉亚，因为那时候我们边上正好开了。OK， 下一个，暧昧期尴尬冷场，你们是怎么化解的？尴尬冷场，我们好像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啊。就跟你新认识朋友一样呀，尴尬冷场的那段时间就不说话呗。其实过一段时间有什么事情一接触又好了。但还好了，我觉得其实我们没有太多尴尬的时候。如果尴尬的时候，其实第二天打个招呼，哎嘿你好啊，坐在旁边不就是彼此这样坐着，其实很自然就你有聊到一块去。对，聊着就。下一个问题，吵架之后通常怎么沟通和解？就是就事论事呀。很多情况都有，比如说我们也会因为这件事情一直聊不明白，然后就彼此生气。也有那种怎么说，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就事论事了，然后谁的问题谁先道歉呗。然后小狗老师是那种遇到问题一定要当场解决的人。其实我是那种比较喜欢不说话，比较喜欢冷战的性格，但他的话遇到问题就会揪着我不放，一定要把问题解决了才让我走。就算我临阵逃脱了，他也会再把我揪出来，继续让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给解决掉。这就是命运推背感嘛。有时候其实对我来说有一些压力。对，我也知道嘛。下一个问题，对方做过最让你感动的一件事是什么？其实昨天我生病了，然后小葛老师就是很耐心的，我躺在床上很耐心的帮我拿药，然后帮我烧水，然后帮我擦身体，然后帮我涂药，等，我觉得有他在真好啊，确实他可以照顾我，我还挺感动的。你说吧。张老师做过这个，就是送我那个照相机啊，我觉得挺感动，挺用心的，很用心的一个礼物。但当时你并没有表现出来你很感动。因为我很震惊啊，因为我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像我准备了什么？我买了个甜品，我们一起吃了一下，那个橘子豆叶的大福是吧？所以我不敢说嘛，我说我好感动，然后我说我又什么都没准备，我觉得不好意思。OK， 下一个问题，目前2个人做过最亲密的举动是什么？什么该做的不该做的我俩都做了，我俩已经对彼此亲密，已经对彼此已经没有秘密了，没有探索的欲望，已经没有探索的欲望，已经全部了如指掌了。OK， 下一个问题，现在是同居的状态吗？是的，我们现在大学刚毕业嘛。对啊。然后我们现在就大家可以看到租了一个小房子，然后就一起住在这里。下一个问题，同居后的恋爱有什么变化吗？其实我觉得变化还挺大的，就是在学校里的恋爱和进入社会以后的恋爱其实差别还挺大的。在学校里面其实完全真的校园恋爱真的非常美好啊，家人们，空闲时间非常多，而且你需要考虑的压力也非常少，就是经常无忧无虑，而且每天待在一个学校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很幸福。我觉得校园恋爱，大学的校园恋爱就是其实是圆了初高中的一个梦吧。你有幻想过初高中谈恋爱是吗？初高中谁没有喜欢过，就是圆了一个梦嘛，差不多。大学恋爱，而且大学恋爱就是没有什么压力啊。对，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赚钱的压力，确实经济压力会比较大。虽然说同居了吧，但其实我们2个人的拥有的时间其实就只有下班后的晚上而已，不想上班。所以大家如果真的在校园里面谈上恋爱，这点好好珍惜，好好享受它。下一个问题，有公开恋情吗？有公开恋情啊，我们身边的朋友同学都知道我们2个的事情，但是我们并没有向家里人说，我觉得还不到时候，等到我们真的实现了经济自由之后
才考虑吧。下一个问题，朋友们是如何看待这段恋情？就是祝福呀。其实我的话，其实我的朋友小狗老师基本上都见过了，就是我很喜欢跟朋友一起出去玩，然后出去玩的时候其实都会把小狗老师带上。你对我的朋友们感觉怎么样？挺好的感觉。然后小狗老师在朋友里面的风评也挺不错的，还行吧。没想到吧，你居然博得了我朋友们的认可。不博得也没办法呀。好吧 OK， 那我们这一期的问答就到这里吧。